最近我有很多的感受和想法，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想慢一点 ，slow life。我不是在跟这个世界做对抗，而是以一个相反的速度来适应这个社会，或者说以不变应万变。大家可能 notice 我现在发视频是 bi-weekly。同时，我现在不论是我自己在我自己人生里面的一个 transition， 还是我作为一个个体、社会的个体，在这么大的一个 AI 叙事下的一个 transition， 都在适应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爱用的物件吧。夏天我其实会比较常戴墨镜，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强光照眼睛的感觉，特别是开车的时候。这一款墨镜呢，我买了很久了，这里都有一些使用的痕迹。就一个是它非常的百搭，然后就是加上我现在这个发色配这种深棕色也很契合。shape 是这种长方形的，会比较酷。会比较拉宽一下我的脸型。镜面呢看着是这种深棕色的，但其实戴着非常的舒服。我眼睛比较喜欢这种状态，所以像我到晚上的时候，我一般也就开一些微弱的光就好了。这一个是真的买了好久了，去搜一下我的日本的 vlog， 就是那个时间买的，就是喷在我们的枕头上面，可以除螨除菌的。像夏天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分泌一些油脂在我们经常用的枕头上面。它出来的味道是很居家的，非常温暖的一种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香气。然后每次一喷完它，我都觉得就睡在一个新换的枕套上面那种感觉。是我最近用到非常好用的一个 conditioner， 他们家有很多的颜色是专门护发色的。他们有 shampoo 和 conditioner， 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他们家的 shampoo 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 conditioner 可以当一个染发膏来用，其实。然后像这边我会长一些新生发的时候啊，就需要补些颜色。如果一直上那个染色剂的话呢，其实是很消耗的。但是这个呢，它就比较方便，就是这种你用多少拿多少出来。然后它的使用方法有2种，这2种方法我都尝试过，我觉得效果都不错。我的这一块就这个发根这边就用了它，虽然说还是偏深吧，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衔接的部分没有黑发那么的尴尬。如果在北美这边的话，应该很熟悉这个牌子，因为在这边真的是每一年夏天，就是特别是一些老外特别爱用，因为他们的体毛真的非常重，然后那种体味也很重，然后夏天一流汗的话，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我不属于那种像老外那么多的汗味的，但是呢，夏天确实我如果流汗的话，确实也会就是这边腋下会湿。对我来说，我用的非常舒服的点就是有一种清凉感，它也不那么容易出汗了，帮我avoid掉一些尴尬。就是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然后如果腋下都湿的话，这边全都是湿了一块的那种感觉。我比较喜欢 basil 这个味道，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花。还有一个是把这个用在我们的胯那边也非常不错，特别是夏天来例假的时候。然后这一款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牌，说实话，这个我是在美国的 Target 买的，它是一个 hair body mist， 分子非常的细，然后有一种果香的味道，那我觉得用起来是我非常愉悦的。这个我在这支开箱，它是一个 room spray。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 deep grounding greenish。我现在确实会在我需要安静的时候，我要祷告的时候，然后读书的时候，我的思绪比较乱的时候，我浮躁的时候，我也会用它，或者我会用这一款 candle。这 candle 是我妈送给我的 ，rosemary 和 mint， 很安静的那种味道，让我能够很 concentrate 或者安静下来那种，所以我会用这些辅助的产品。对，因为现在信息量确实有点太大了，有点超载了。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还是要 limited 每一天要输入的信息。还有就是这一款香水，这个是我在墨西哥的 vlog 里面有推荐的。最近夏天会用它用的比较多，因为它的味道是那种有 cactus 里面就很特别，有一种野生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些植物 green 的那种味道。在我每一天 daily outfit 或者是去上班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很想要穿戴它，它很能诠释我的目前的一种状态或者性格。我觉得它的内容
写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当我读了那个 Anxiety Generation， 是很多 teenagers 之后吧，很多会有焦虑症啊，或者严重一点会有抑郁症啊，这些的都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社会，大家的那种 insecurities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分享的女性吧，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性别歧视，而是女性确实是会更多脑子更活，然后会更多的去观察到一些 appearance，然后更喜欢的去分享。其实像我现在这种也是一个方式，我觉得目的很重要，就是你分享出来是为了什么。很多都是因为大家都在发，所以我也要发，就是跟随这个趋势在走。那可能比较少有人会停下来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发，我到底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现在我觉得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社会状态里面，你想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那根支柱，然后你就觉得我也许通过发 social media 或者是去分享这些东西找到一个支柱在这边。但我现在发现就是好像有一些新的角度进来我的脑海里面，我想我可能找到了另外的支柱，所以我现在也尽量的减少去使用 social media， 就想到这里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比较简短。然后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想也许可以分享更多，通过一种跟朋友对话的模式也可以。我想我自己面对镜头这样子分享呢，还是多少有一种设定感，就人设感，但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anyways， 回到这本书，这个作者他有去感受佛教，所以他的分享是中西结合的一种概念。最开始就说为什么要 self compassion， 然后 self compassion 是有些时候你自己都可能没意识到，但是你可能缺乏 self compassion， 有些时候是你可能对你自己 self compassion 有点过了，然后这里面他就说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这里面也有一些习题，去 Midtown 逛街，然后就走进去他们店里，想说看看，就它的逻辑就是在于商业营销，就看中了这一对耳环，还有一个项链，但是那个我戴的比较少，还挺亮的一颗，加了一个 hoop， 就有一点点垂下来的感觉。我比较少，而且不太喜欢那种直接像一个耳钉一样。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模式，搭配模式就是穿一些很 casual 的衣服，搭配有一点点 fancy 的，就是 fancy 的配饰。这一对呢是在西雅图买的，买完它以后我真的超爱用这一款，就非常适合我，也很适合我现在这个发型。我最近被很多人问说我是不是戴的隐形眼镜，因为大家感觉我这颜色真的太自然了，加上我发色也是这个发色，就感觉融为一体了，柔光灰，就结合我自己的眼珠，我有点褐色的黑走的颜色，就会深一点点，它不会像这个看上去这么浅。然后外面有一圈的灰色，散的感觉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效果吧。很妙的是，我最近在用 Sephora 的这个眉胶，我非常喜欢这种眉毛是往上走的。然后我以前稍微有一点保守的是，我后面会把它往下刷或者往平刷，但我现在也会把它往上刷，这样子。就我喜欢就是这种像张飞的那种效果。这个呢是韩国的一个品牌，它是防晒的 lotion， 我最近就是都用它，然后晕开它之后呢，就像 lotion 一样，就是完全吸收了，然后会跟你的肤色融合的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很喜欢这种雀斑妆，其实画雀斑有很多的方式，我现在用的是一种棕色的眉笔去点它的，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唇膏也是韩国的 Peripera， 我很喜欢他们家这种纯泥的质地。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一直很纠结，我现在这个发色要涂什么唇色，然后我后面发现其实像这种烟紫色啊，或者是棕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橘色的就非常适合。我再跟大家推荐一个美剧，我最近在看的 Not Suitable for Work。我刚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想说，这在讲什么？就一下这边一下那边的。越往后看，我觉得很像《老友记》，就看进去了。就每一个人物，它是一个群像剧，每一个人物他的背景、他的经历就是很立体，然后各异。我就能在里面找到我的一些温存带，能找到我的一个 relay 的一个角色，或者是某一个场景，然后看他们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我觉得说哇，
就是我很向往那种感受，向往那种氛围。当然同时也有一些打斗啊或者争执的时候，但我觉得朋友不就这样吗？就是争执打斗，但是又互相 support 在对方需要的时候。这一些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拜。